好，本节介绍瑞能制版系统成型设计秀纸工艺输入。秀纸工艺单的输入步骤如下：秀纸工艺单输入，高级参数设置。接下来实例介绍。打开一个秀纸的工艺单，新建一个 KNI 文件，进入成型设计界面。首先新建一个工艺单，领子类型选择秀纸。这时微领的页面是无效的，只有大声页面是有效的。看工艺单可以知道，秀纸是对称的，因此勾选大声对称。144帧，即起始帧数为144。斜角1:1，即不对称螺纹，这里是指1:1螺纹，第一帧和最后一帧为相反的线圈。因此螺纹类型选择螺纹1:1，螺纹排列斜角即排列为空。这里的一转是指空转为一转，平34转，即螺纹转数为34转。单边即螺纹过渡行为普通编织或者普通编织2，这里选择普通编织。接下来开始在工艺单输入区域输入工艺，2转加1针11次，3转加1针41次，16转夹边兔9只，减9针，夹边即类型为平收，248针，即平收完针之后，剩余的针数为248针。3转减2针10次，注意在平收或平摇完之后，收针如果没有明确的标明为先摇即先收，与这里的即收对应，即0转减2针1次，在3转减2针9次，2转减2针10次，1转减2针8次。注意这几次减针的时候有4字边，即留边数为4。接下来1转减2针5次无边，无边即边为0。1转中留6只条孔，1转中留6只条孔，通常情况下是指类型通过条孔进行记号，或者直接选择记号，则是两边进行记号。这里选择条孔记号，这样工艺单输入就完成了。可以检查总行数444行，即222转。左胳膊留针49针，右胳膊留针49针，即总共留针数为98针。夹上行数为122行，即61转。夹下行数为322行，即161转。可以看到这个工艺单输入是正确的。接下来考虑其他参数，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系统类型，这里选择多系统。是否使用螺纹夹丝，也就是是否在编织螺纹时用宽砂嘴，
这里不使用螺纹夹丝。是否使用起底板？根据记起类型而定，这里不使用起底板。落布，选择落布的类型，这里选择前落布。设置高基参数。收针方式页面，套收方式及平收的方式，这里使用双针衣。大声收针，收针的方式使用普通。砂嘴和段数页面，段数通常使用参数模式1，这里使用到的主要段数有1至8段，翻针段数、落布段数。落布段数通常使用1个段数就可以。棉纱及封口纱段数和 PP 线段数。PP 线段数通常与废纱视频的段数相同。起底板段数，当勾选起底板时，则需要设置起底板段数，这里没有勾选，因此可以不设置。砂嘴，由于系统类型选择的多系统，因此大声使用2把砂嘴编织，即不勾选大声使用1把砂嘴，并且砂嘴2在右侧，即不勾选砂嘴2在左侧的选项。废纱砂嘴，通常使用1把砂嘴。象金砂嘴，在勾选起底板时有效，这里没有勾选起底板，因此是无效的。PP 线砂嘴通常与废纱砂嘴相同。螺纹夹丝砂嘴，在成型设计界面没有勾选螺纹夹丝，因此不需要设置。勾选螺纹夹丝选项时，则需要在这里设置螺纹夹丝的砂嘴。其他页面，废纱模式，这里选择加针编织1，废纱转数为20转，与这里的废纱转数是相关联。棉纱转数及封口纱转数。废纱落布，通常在做1个样片时才使用废纱落布，这里需要连续编织，因此不勾选这个选项。勾选废纱是1把砂嘴，即编织结束前废纱使用1把砂嘴。勾选双系统夹边使用1把砂嘴。起底板自动压线和起底板自动压线时使用废纱砂嘴。由于未勾选起底板，因此这2个选项是无效的。确定。可以在 KNI 文件中看到成型的袖子。直接编译，编译是没有问题的。这里的袖子为对称袖子，不勾选大声对称时，则可以输入不对称的袖子工艺。这里将出现右大声页面，可以右击，选择镜像，将左大声的工艺镜像到右大声来进行修改。这里复制、粘贴、剪切、插入、删除、追加，是对工艺单某一行进行相应的操作。翻转，则是对整个袖子进行左右翻转。输入好工艺单后，可以对其进行保存。单击保存按钮，输入文件名。本节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。